下面学习装饰，每个支片上的装饰都有一点不同，每个支片包含的装饰都在图纸上都有标注。我从上往下讲解，先讲6号支片上的装饰。6号装饰包含耳朵、腮红、眼睛、嘴巴、话筒柄、话筒、栅栏和音符。先来认识一下表格，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，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我先演示耳朵的钩织方法，耳朵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，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、W 短针1针放3针、V 短针加针、T 中长针、F 长针。请看我演示。首先锁针起10针，接着钩第一圈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依次钩8个短针。在最后一个锁针上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。完成后旋转支片，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7个短针，注意不要穿入刚才钩3个短针的同一位置。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藏一下。在最后一个锁针剩余的2根线上钩一个短针加针。完成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。连接的引拔针不算1针，需要拉紧。连接的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如果没有特殊说明，结尾都要钩引拔针连接并拉紧。第一圈完成，接着钩第2圈，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。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，起立针不算1针。在上一圈第一针位置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连接的引拔针的入针位置。然后依次钩3个中长针，一个长针，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
完成后，不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直接预留30厘米线头穿入缝针，进行无痕收针，将针从后往前穿入第一针针目，或者也可以挑第二针，再挑最后一针靠近自己的半针穿过，调整线圈，这样就收好针了。这样一只耳朵就完成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解，再钩织一只耳朵。下面进行缝合，大家可以将所有的装饰都钩完后放在主体上，看一下是否满意。满意后进行缝合。我这里先教缝合方法，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将它放在成品图的对应位置。我这里位置随机，反面朝上，挑主体表面的几根线，与耳朵缝合。注意，线迹不要漏到主体反面。将这一圈缝完，完成后打结藏线。大家将另一只耳朵也缝完，这样耳朵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演示腮红的钩织方法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请看演示。首先环形起针，这样环形起针就完成了。另一个锁针起立，在线圈里钩8个短针，完成后收紧织片中心，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拉紧。连接的引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，后面就不重复说明了。第一圈完成，下面来钩第二圈，另一个锁针起立，依次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下面表格中遇到的是括号 T F 括号，
这里的括号表示括号里的针法勾在同一位置，也就是在第二针针目上先勾一个中长针，再勾一个长针，这样括号里的针法就完成了。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勾完这一圈。结尾按照前面耳朵的收针方法进行收针。完成后，大家按照图解再勾一个腮红，最后对照成品图位置，按照前面耳朵的缝合方法进行缝合，反面朝上，这样腮红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眼睛、嘴巴和话筒柄。眼睛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钩织，嘴巴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钩织。眼睛和嘴巴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大家直接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结尾可以按照耳朵的收针方法进行收针，最后按照成品图缝在对应位置。下面学习话筒柄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钩织，请看演示。首先锁针起5针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调里山钩织，也就是锁针背面的一根线。依次钩4个短针，这样第1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2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立10针翻转织片，挑下方针目依次钩一个短针。注意，因为织片翻面了，针目对应的是左上角的位置。一个短针加针，2个短针，这样第2行完成。下面来钩第3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在下方针目上不加不减钩5个短针，
也就是一针对应一针钩织。这样第3行完成，后面剩余行数大家就按照图解和前面的演示钩织。完成后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缝合。缝合时，我们将第1行的正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。缝合方法与前面一样，这样话筒柄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话筒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，请看演示。大家先按照图解将前2圈完成，我这里已经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第3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。接着表格中式括号 xv 括号乘6，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几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重复几次。先是一个短针，接着是一个短针加针，一组针法完成。我再演示一组，先是一个短针，接着左侧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加针，第2组针法完成。后面大家就按照表格图解将这一圈钩完。然后与第1针引拔连接，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后面几圈大家就按照图解和前面的演示钩完，完成后缝在主体上。注意有一小部分压住话筒柄缝合，这样话筒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栅栏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钩织，先钩横栏，再重新接线，分别钩织竖栏。请看演示。大家先按照图解，先将横栏钩完。我这里用小样演示，针数不做参考。注意第1行是条里山钩织，第2行完成后需要断线，我这里已经钩好了。下面钩织竖栏，将横栏翻到反面，从右往左，在第3针上开始接线，取出线材，直接将线钩出，接线完成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线位置钩一个短针，接线的线头包裹住钩织，左侧依次钩2个短针，这样竖栏的第1行完成。后面大家来回往返钩织，再钩4行。断线藏线，这样第1个竖栏就完成了。
大家将所有线头都藏好，然后在左侧间隔6针，在第7针上开始接线，钩织第2个竖栏。方法与第1个相同，大家将它完成。这样，第2个竖栏完成。后面剩余竖栏就按照第2个竖栏的方式将其完成。最后一个竖栏，大家可以预留长线头，对照成品图缝在对应位置。缝合时注意，竖栏朝下，横栏结尾，还剩5针的这一侧放在左手边。这样，栅栏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演示音符，包括音符1号、音符2号。先讲音符1号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钩织，中间需要重新接线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，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线材，先锁针起9针。接着钩一个锁针起立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调里山，依次钩9个短针。完成后，钩11个锁针。从倒数第5针开始，钩一个长针4针的爆米花针，后面简称爆米花针。钩织方法就是调里山，在同一位置钩4个长针。然后拉大线圈，取出钩针，钩针穿入第1个长针的针目，并穿过线圈，将线钩出，长针向前凸起。完成后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这样爆米花针就完成了。结尾预留线头，断线藏线。然后钩针穿入，开始第1个短针的针目，进行接线。这里可以打一个活结，以免线滑落。接线完成，钩11个锁针。
从倒数第5针开始钩一个爆米花针，完成后，结尾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。缝合时注意这个爆米花针向左放置，这样音符1号就讲完了。音符2号，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注意，有一个椭圆形的符号表示钩引拔针，只是不拉紧而已。最后就参考成品缝好即可。这样音符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这样1号织片的装饰就讲完了。4号织片上的装饰包含蝴蝶结、腮红、嘴巴、棍子、绳子、眼睛、帽子、音符、五角星和灯串。我先演示蝴蝶结的钩织方法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，先来回往返钩织，再逆时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针法有 A 短针减针、SL 引拔针，请看演示。首先锁针起11针，接着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依次钩10个短针。第1行完成，接着钩第2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先是一个短针减针，钩针先穿入下方第1针针目，将线钩出，再穿入相邻针目，将线钩出。这时钩针上有3根线，绕线依次钩出，短针减针完成，然后依次钩6个短针。一个短针减针，这样第2行完成。继续来钩第3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依次钩一个短针加针，6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。第3行完成，下面来钩第4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在最后一个短针上钩一个短针加针。下方织片左侧挑边缘位置，依次钩2个引拔针。
起针位置挑剩余的2根线，依次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8个短针，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旋转织片，在织片侧边依次钩2个引拔针，在第3行的第1针上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左侧针目上依次钩9个短针，最后一针钩在开始短针的入针位置，最后进行收针。藏好线头，接着取出相同线材，在织片中间缠绕几圈，形成蝴蝶结形状。结尾固定一下，然后预留长线头，对照成品图缝在对应位置。蝴蝶结最后一圈的正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。这样蝴蝶结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腮红、嘴巴、棍子、绳子、眼睛这几个钩织方法，前面都有演示，大家按照图解钩完即可。最后对照成品图位置缝合好。注意，遇到这样的锁针，缝合时就调锁针背面的1根线与主体表面的几根线缝合。下面学习帽子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钩织。先钩织
帽口，在一侧接线钩织帽檐，然后在另一侧接线钩织帽顶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TV 中长针加针、K 空针，请看演示。首先锁针起12针，接着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以此钩11个短针。完成后断线，这样帽口就钩好了。接着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钩织帽檐。从帽口第1个短针针目接线，先钩7个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4针开始调里衫，依次钩一个中长针，3个长针，左侧针目上依次钩一个中长针加针。中长针加针就是指在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。1个中长针，6个短针，3个中长针，6个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3针开始调里衫，依次钩一个中长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，空一针不钩。结尾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。将线穿入缝针，从左侧中长针的入针位置穿入，并固定线头。藏好线头，这样帽檐就钩好了。下面钩织帽顶，从帽口另一侧，也就是锁针剩余的2根线的这一侧，从右边第1针接线开始钩织，
大家对照图解将帽顶勾完。完成后，结尾预留30厘米的线头。对照成品图，缝在合适位置。注意，帽顶朝上，帽檐朝下，这样帽子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五角星和灯串。五角星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，大家按照图解钩完即可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的大括号表示括号里的针法是一组。最后一圈完成后，结尾与第一针引拔连接。完成后，先不缝合，等灯串缝好后再进行缝合。下面学习灯串。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长针7针的枣形针，请看演示。首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5针开始钩一个长长针7针的枣形针，后面简称枣形针。枣形针的钩织方法是先钩7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先钩第一个，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，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2次。这样一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就完成了。然后在同一位置上再钩6个长长针的未完成针。完成后，现在钩针上有8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注意枣形针向前凸起，然后再钩4个锁针，接着在枣形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这个引拔针在表格中是标红的状态。接着又钩对应数量的锁针，完成后，从倒数第5针开始钩一个枣形针，
然后右钩4个锁针，藻形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完剩余灯串部分。灯串完成后，对照成品图缝在4号织片和2号织片的对应位置，并在对应位置缝好五角星。这样灯串和五角星的制作就讲完了。音符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2号织片上的装饰包含窗户条纹、十字条纹、盆栽、红砖、和花朵。其中除了盆栽中会遇到一个新针法，其余织片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等所有装饰钩完后，按照成品图进行缝合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窗户十字条纹一共分为3个区域，一区第一行是条里山钩织，2区和3区都是在1区反面接线，2区挑针目接线，3区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接线钩织。下面学习盆栽，分为花盆、叶子1和叶子2。花盆大家先按照图解钩完，下面先学习叶子1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 TW 中长针1针放3针，请看演示。取出线材，先锁针起8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依次钩2个短针，4个中长针，接着在最后一个锁针里钩一个中长针1针放3针，完成后旋转织片，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依次钩4个中长针，2个短针，完成后不与第1针引拔连接，也不进行收针，直接预留30厘米线头。这样一个叶子1就钩好了，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再钩一个叶子1，并将叶子2也钩好。所有织片钩完后进行组装缝合。花盆稍微压住一点点叶子1，叶子2放在2个叶子1中间，并稍微压住一点叶子1。大家按照前面的缝合方法将它缝合。这样盆栽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5号织片上的装饰包含屋顶、花、内耳、
腮红、鼻子和眼睛、大肉垫、小肉垫。背带1和背带2，先学习屋顶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钩织，中途需要换色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FA 长针减针、FV 长针加针、FM 长针3针并1针，请看演示。大家先按照图解一直钩完第4行，还剩最后2针。我这里已经提前准备好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第2行最后1针是钩在第1行起立针，挑第3个锁针的2根线钩织。第4行的最后1针是长针减针，长针减针的钩织方法是先钩2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先钩第1个，绕线，穿入左侧针目，将线钩出，绕线，穿过前2个线圈，这样一个长针未完成针就完成了。左侧调起立针第2个锁针的2根线，各一个未完成针。现在钩针上有3根线，绕线一次穿过，长针减针完成，这样第4行完成。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完即可，注意换色。而且还会遇到2个新针法，我先演示 FV 长针加针，再演示 FM 长针3针并1针。长针加针的钩织方法是在同一位置里钩2个长针，长针加针完成。下面演示一下长针3针并1针的钩织方法。先在左侧依次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完成后绕线一次钩出，这样长针3针并1针完成。大家将屋顶钩完后，先放在一旁备用，因为有一个窗户条纹会被压住一点缝制，这样屋顶就讲完了。5号织片剩余装饰，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完，并根据成品图缝在对应位置即可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鼻子在缝合之前需要先缝鼻头。下面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鼻头的绣织方法。点一根线头，抽取其中2股，穿入缝针，我们将织片的反面作为织片的正面，先在背面固定线头，缝在没有引拔痕迹的这一侧，有引拔痕迹的这一侧朝下。鼻头上方约站6个短针，从倒数第2圈上开始绣织。
先绣一个轮廓，完成后，在这个三角区域当中开始填线。要填的均匀饱满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多绣几次，形成这样的效果。完成后，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将鼻子缝在主体上，然后剪一根耳朵同色线绣至眼睛，眼睛绣3到4条线段即可。完成后，取出线材，在织片下方勾引拔针，注意不拉紧，形成木纹的效果。直接穿过织片，并将线勾出即可。入针位置没有要求，只需要平整即可。这样5号织片上的装饰就讲完了。3号织片上的装饰分为上下2部分。上面这部分小珠装饰有腮红、鼻子、耳朵、星星。除了星星，大家将其他装饰勾好，其中鼻子上需要另取线，在反面绣2个鼻孔，鼻孔之间间隔一个短针的距离，绣1到2根线即可。耳朵是最后一圈的正面朝上。腮红和鼻子缝好后，在腮红旁绣2条线作为眼睛。右侧耳朵偏右方位置绣2个 Z 字形，就是绣3条线，形成 Z 字形状。最后讲一下星星的钩织方法。
取出线材，先环形起针，起针完成，接着钩2个锁针，挑倒数第2个锁针，钩1个引拔针，然后在线圈里钩1个引拔针，一组针法完成。我再演示一组，先钩2个锁针，然后在倒数第2个锁针上钩1个引拔针，线圈里再钩1个引拔针。第2组针法完成，我们再重复3组。完成后，收紧织片中心，断线，这样一个星星就完成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剩余数量的星星钩完。星星钩完后，缝在对应位置。上面这部分完成后，接着来钩下面这部分，分为眼睛、腮红、花，大家直接按照图解钩完即可。完成后缝在对应位置。接着在2眼之间，按照成品图形状绣一个鼻子，也是剪一根30厘米的线，抽取其中2股绣制。完成后，在织片下方钩织引拔针，形成木纹的效果。这样3号织片上的装饰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1号织片上的装饰，没有用到新针法，大家直接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牌子在缝合之前，先在上面绣制字母。绣制方法没有要求，只需要绣好即可。先缝合挂绳，再缝合牌子和挂钉。到这里，这款产品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